梅。啊，来了。啊，大妈呢？大妈做饭呢吧？那个大美啊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刚才我回来的时候碰见大强了，这大强刚从国外回来，他这几年啊在国外挣了不少钱呢。他跟我说你让我去国外打工去。去国外啊？那去国外的话，应该工资很高吧？这一年最少能挣10万块吧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心动了。你也知道，在咱们家公司呢，一个月有几千块钱，根本就不够咱们日常开销的。我想跟着大强一块去国外。行，我没意见，你去吧。可是大美，我这一去国外的话，可能几年都回不来。要几年回不来啊？没事儿，你去吧。儿子回来了。妈。儿子。啊。妈，正好你来了，我想把这个事儿也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出国劳务去。出国？儿子，这出国我也听人家说了，这在国外的工作能好干吗？你说在咱们国家之内找个什么活不行啊？你非要跑那么远？妈，你说这可就不对了。你说咱们这儿的活虽然好干，但是工资低啊。你看他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，这他出国这挣得多，在外面待个几年，就可以挣个几十万就回来了。可是，儿子，你说你去那么远，这妈实在不放心呀。你说你长那么大，还没有跟妈离开过那么远呢。妈，我也知道，可是这咱们家也得生存不是？我想在外边拼搏几年，到时候有钱了，咱们也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是啊，妈。再说了，小白都那么大的人了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而且，他出去打工了之后，你也不用担心家里面，在家里面有我呢，我还会把你照顾好的。这男人嘛，就得以事业为重。你看人家大强在国外这几年都挣了不少钱呢，我觉得小白应该也跟着去，出去外面闯一闯。大美，你说你们俩这才结婚多长时间呀？就这样分开，这去国外肯定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呀。你说你怎么忍心让小白去那么远呀？妈，我也不忍心啊，可是这不得为咱们这个家着想吗？咱们现在手头没钱，家里面也紧张，那不得小白出去挣钱啊？可是，你说这小白一走那么远，这要我想他了怎么办呀？妈，没事儿，你到时候想我的话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嘛。虽然这国际长途是贵了点儿，不过咱们也不差那点钱了。到时候，儿子，既然你已经决定好了，那妈也不说什么了，在外边一定得照顾好自己。行妈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这么大人了，能照顾好自己啊。倒是你在家要照顾好自己。我没事儿，这家里不还有大美吗？我们俩能相互照应着。行，大美，这以后这我妈就麻烦你照顾了。你这说什么呢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也是我妈呀，肯定会把她照顾好的。行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行了，你现在坐着说话吧，妈去给你收拾东西。行，那妈麻烦你了。来，小白。喂，大美。啊。我给你打的钱收到了吧？啊，我收到了，收到了。行，收到就行。你呢？怎么样，在外面？在外面还行吧，挺好的。倒是你们在家怎么样啊？我们也挺好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好就行，好我就放心了。咱妈呢？我想跟她说说话。哦，咱们出去打牌去了。哎，嗯。对，真不巧。那行，那到时候，等她您在家的时候，我再打电话吧。行，那还有事吗？没事。没事，那我就挂了啊。行。你怎么不让我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呀？你接什么接啊？有什么可说的呀？
你不知道这国外往这打电话，电话费有多贵呀？可是我这儿子都走那么久了，我还没给我儿子通过一次电话呢。你说你也真是闲的啊！你哪那么多话要跟你儿子说呀？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见着他，你跟他说个够不就得了吗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都到饭点了，还不赶紧去做饭呢？大美，给妈100块钱吧。妈一看，厨房里什么都没了。你怎么又要钱呀？那前几年不都给过你了吗？大美，现在物价多贵呀，这柴米油盐样样都不便宜的。这100块钱根本就买不了几样东西，都没了。这一天到晚的就你理由多。看到没有？这都是你儿子挣的钱，给我打过来的。今天就给你100吧，不过这100块钱你可要省着点花，不要3、2天就给我花完了。大美，那我儿子在外面挣钱打那么多钱，你就不能多给我一点？每次你给我的钱只够买菜的，我碰到其他东西想买的话，都身上一点钱都没有。那只够买菜的不就行了吗？天天买几个菜回来有你饭吃不就完了吗？你还要买什么东西啊？再说你年纪那么大了，买吃的你牙口又不好，你咬也咬不动。买衣服，你说那么大年纪了，你穿那么好看给谁看啊？根本都不需要买。可是我这衣服都已经穿好多年了，我看到我也想换一件新的呀。你说你3天2头买衣服，你就不能给妈买一件？这我儿子不说了吗？他打来的钱是给咱们俩用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什么是给咱们俩用的？你儿子挣的钱全都是我的，没有你的份儿。就这100块钱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你就给我拿过来，要不然这100都没有。不要，我去买菜了。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还一天到晚想着要钱。你干嘛呀？要死啦！这一直咳个没停，都吵着我了。儿媳妇儿，这妈一晚上咳的都没睡着，你还是带我去医院看看吧。看什么看呀？这不就一个小感冒吗？有必要吗？那么矫情。大美，这妈年龄大了，这身体啊，不比你们年轻人。你们年轻人扛一扛就过去了，可是妈不行。我跟你说，你这都是心理作用，你就咳2下，你就以为自己生病了，其实你一点事都没有。再说了，那把那钱花在医院里面，难道值啊？有那钱我还不如买点化妆品呢。儿媳妇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。那妈生病了，不去医院去哪呀？再说了，我儿子在外边每年都给你打了很多钱，你说你也不能不让妈看病吧？那你儿子打的钱是打给我的，不是给你的。再说了，你都多大岁数了呀？啊，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你有病你还看什么看呀？你就扛呗，扛得过去你就多活几年，扛不过去那你就去死好了，省得这个累赘。儿媳妇，你怎么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？怎么还能让我去死呢？我可是你妈呀！你是我妈又能怎么样啊？你只要让我出钱，那你就是在做梦。钱在我的口袋里，我不可能出钱给你看病的，你明白吗？这一走就是5年，这5年啊，在外面无时无刻的都在想着我们和大美。这次终于回来了，钱也挣够了，以后啊就好好的陪妈
可大了。你儿子现在不在家，这家里面就是我是老大，我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你这个病啊就不治了。儿媳妇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！这我儿子要是知道了，你就不怕他找你算账吗？你儿子远在国外呢，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我告诉你啊，别在我面前咳，你要是咳，你就给我上一边去，要死也给我死在外面，别死在家里，烦死了！大美，你说什么呢？小白，儿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你这怎么了？儿子，妈生病了，这我让大美带我去看病，她不带。大美，我妈都咳成这样了，你为什么不带她去医院？小白，咱妈这不是什么病，人家什么天气转凉，那个感冒咳嗽，这都是正常的事情，过2天就好。你还给我狡辩是吗？说实话。没钱了。没钱？你可真会说笑话，大美，我这5年总共给你打了有100万了吧？你给我说没钱？什么？儿子，你给他打了有100万呀？这妈平时给他要个钱，他都不舍得给，每次给我的钱只够买点菜的钱。你说这100万，你都怎么花了呀，大美？我把那钱给我娘家了，我妈前一段时间生病了，那钱跟我妈治病用。李大美，你妈生病了就有钱，我妈生病就没钱是吧？再说了，你妈生的什么病啊？100万全花光了，你在现在还想骗我是吧？你给我说，是不是把钱都给你那个废物弟弟了？给了。李大美，你可真行啊！我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，你把钱全给你娘家，这也就算了。可是你就这么照顾我妈的呀？我走的时候你怎么给我保证的呀？你说你要好好对我妈，你就这样照顾的呀？刚才你跟我妈说的话，我在门外都听到了。你让我妈去死，李大美，你这是一个儿媳妇应该说的话吗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娶了你这样一个女人。李大美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咱们俩完了。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俩互不相干。小白，别离婚，我知道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道歉有用吗？我告诉你，李大美，你把你弟给的钱，你给我拿回来。我呢，看在你给我过这么多年的份上，那100万算咱俩的，你50，我50。现在你把我的50万还给我，要不然我就去法院起诉你。小白，话我都说完了，现在你可以滚了。走啊！妈，对不起了，我不知道他就这么对你的，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。儿子，你别这么说，这几年在国外，日子也不是太好过吧？你也受苦了。妈，我吃那些苦不算什么，倒是您这些年一定也吃了不少苦吧？妈，是儿子对不起你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就不出去了，我就陪在你身边，好好照顾你。行，那咱就不出去了，咱在家里边随便找个活。行妈，我都听您的。走，妈给你做饭吃去，还没吃饭吧？妈，你歇着吧，我去做啊。